大家好，我是邱炳，我现在在湘西，周边呢都是大山。我们前段时间看《盗墓笔记》或者《鬼吹灯》啊，有祭台、祭祀，就是古代的那些民族啊都有祭祀。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叫做问天台，相当于向天祈祷、向天祈福。那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说屈原呐，在这个地方向上天质问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航拍。顺便让他体验一下人站在上面，然后向天问是什么感觉。这里呢算是一个悬崖峭壁，就跟我们悬崖村一样的，三面临空，一面是走道。仔细看一下是不是？那上面那个直径呢，大概才6米多。这个胆小的人的话，走在上面都瑟瑟发抖。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，完全是一个深的峡谷啊。湖北恩施也好，湘西也好，贵州也好，全是这种大的山谷。前方那里相当于一个门，这个门呢，就相当于是上天中的玉泉门一样的。刚下完雨啊，有点云雾缭绕，仙气飘飘的感觉。特别是以前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资料，祭祀的时候有那个熊熊的大火一样的，大家应该都看过了。我们现在下去看看。它这里是问天台，在问天台上方就是一个苗寨。等一下我们去看看。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，像以前没有这样的路的话，他们这个是怎么过去？因为像那个问天台，一般人是过去不了的，一般人是没有身份过去的，因为祭祀算是这种苗族非常重要的。像这个地方还有个瀑布，我估计以前这里都有人隐居的。那里还有一座大桥。在湘西、贵州这边，这种桥梁特别多。现在快到问天台了，也就是说，在以前祭祀的时候，那这里一定有列队的，就是相当于欢迎长老、欢迎族长过来，两边站着人。我现在是站在这个问天台上面，那当年这里是祭祀用的，屈原可能也就站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问天，因为屈原嘛，心有不甘。屈原到底说了什么呢？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。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大概直径的话就是6.4米。那么为什么没有装栏杆呢？这个我猜想啊，可能是因为这里是苗族的祭祀神地，因为每年在这个地方啊都有祭祀，一般我们都知道祭祀的场合是不可能有栏杆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最大的载客人数呢就是10个人。因为这个面积才这么大，如果人太多的话，没有栏杆，有点拥挤，就比较危险。所以大家来这个上面参观的话，不要太多人。大山里面的瀑布啊，非常与众不同。那么屈原到底在这个问天台问了什么呢？因为来到这个地方，屈原想起自己的遭遇嘛，就我们说的不得志，然后就问上天：上天啊，上天，我有许多事情弄不明白，如果你真的有灵，就请你回答我吧。当时呢，屈原就问了一些问题，传说天帝呢听了屈原的问题啊，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所以后面就这里呢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想把屈原赶下去了。但是屈原呢依然毫不畏惧，就像山石一样立在那里，仰天长号。故而天帝就被屈原的一腔爱国赤诚感动了，于是就停止了风雨雷电。反正当时传说是这样的。刚刚看了问天台，那个地方属于苗族的祭天圣地，在旁边就有一个苗寨。这个苗寨非常特殊啊，大家看看漂不漂亮，有点像世外桃源。这里的住户不多，可能就是50户左右，也是在一个悬崖上面的。走到贵州、湘西、恩施这边，很多寨子村落经常会在悬崖顶部，或者是在一个山谷里面。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惊险刺激？旁边就是属于万丈深渊，可能有500-600米高的悬崖。但是这个地方确实非常漂亮，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？以前这里相当于世外桃源，现在也可以这样说。从眼前可以看到，村子里面也是不通公路的，基本上苗寨都是这样。刚刚我们看的几斗苗寨是在悬崖上面，然后这里呢是在悬崖下面。从眼前看，直线距离大概就是300-400米左右，但是你如果要走过去的话，起码要2个小时。就是从这里上下，
如果要绕的话，远远不止。要走到悬崖下面的那个苗寨，就是通过这些相当于是天梯走下去。惊不惊险，刺不刺激？所以说大山里面的村落就是这样的。说了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苗寨，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里面探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地的人了解一下。我们刚刚看那个问天台，然后我现在身后这里呢是一片稻田，这稻田里面有很多稻花鱼啊。先是稻谷，后面收割完了之后养鱼，是不是非常不错？从这里先看看这个苗寨的房屋啊，也基本都是老式的房屋，也算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嘛。现在是属于在景区里面，但是呢，保持了原生态的。我就比较喜欢走这样原生态的古村落、古村庄。这个稻田，因为我们是农村的都知道，但是城市的人可能就不知道了。天天吃饭，但是长在哪里？其实就长在这样的里面。里面有很多鱼在动了，这里面全部养的鱼。进村子的道路现在是这样的，不知道以前是这样的石头，还说现在，但是上面的梯田全部是用石头结起来的。又看到菜园子了，在农村，家家户户基本都有菜园子，然后这些是新种的。这个地方是叫吉斗苗寨，其实呢，吉斗是苗语的谐音。那么这个苗寨其实真正如果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，是岩鹰背上的山寨，就等于是在一个岩石上面，然后呢，这个岩石像一头鹰，它是有含义的。因为本身它这个苗寨呢，就是在悬崖上面嘛，这个跟恩施很多山寨是一样的。恩施有些山寨是在山谷里面，有些就是山顶上面。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，它上面一个山呢，有一个寨子。瀑布倒流，还有一个山呢是没有公路，只能靠一个索道进出。一走到这样村寨，首先看到的就是木房子，原生态的。其实苗寨的木房子为什么会有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其实呢，在很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与世隔绝，没有道路，所以呢，砖呢基本运不载来，基本都是就地取材。包括现在有一些那个村子啊，它里面的话不通公路。那个大姐，您是本地人吗？对呀、在这边生活了多少年了？我们啊，祖祖辈辈都在山上生活的。哦，那这个房子都是你们家的？对呀、它以前是木房子，还是说现在改成这个样子了？就是以前也是木房子的，现在是改造了。哦，外面的路是什么修好的？外面的路啊，就是开发了以后才修的。以前没有路，以前路就是石板路，就没那么整齐，就车进不来。车哦，那就以前出去买东西、出去赶集都比较不方便了。我们现在也不方便，现在我们就是强过那个小背篓背进来的。现在也是吧？对呀、就是等于是说公路只到外面，然后进寨子里面还是要走。对对对对。那确实不一样啊，比较辛苦一点。对呀、对对对。现在生活条件是不是好了一点了？比以前好多了。开发成景区了，还是好处很多。对对对对，以前就是没什么收入嘛。现在就是开发旅游了，我们就是自己开农家乐了，稍微好一点了嘛。像我们家没的房子，全部就是人工背起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怪不得这边很少有砖的房子啊。对啊，因为成本运不进来。对对，那苗寨肯定你山上的苗寨不是大城市里面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对对，其实山上的苗寨反正就是山路。现在这里有多少户人家？这个40多户人家，那180多人了。180多人。现在就是年轻人全部都出去了，就是老人在家里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农村的厨房，那这个是相当于是灶台，这个灶台很多人没见过吧？农村的厨房，这里的话大概都有20-30个平米了，所以说农村的厨房大呀。我们说城市的很小，那这个灶台也很大，有好几个大锅。一般城市里面都是用的是煤气，但是农村的话都是这种大的灶台。关键最独特的就是说这里有一个腊肉，农村湘西、湖北还有云南、江西很多地方都有腊肉。我们江西老家呀，我们那边属于晒的，我可能习惯吃那种晒的，但是这种烟熏的也非常好吃。农村大家看过这样的场面没有？这个锅有好几个作用，一个是炒菜的，一个是煮东西的，好像还有一个是蒸饭的。以前我们中间这个一般是蒸饭，然后呢，特别是放假回来呀，家长在这里炒菜做饭，我们呢小孩就在这里烧火，因为
农村呢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我们说城市是在客厅聊天，但是农村呢，特别是傍晚，很多人一家在一起的话，都是在厨房炒菜的、烧火的，然后旁边可能还站了个人，就大家一起在这里聊天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嘛，一家相当于聚会一样的。包括现在很多农村，你如果说小孩平时出去打工了，回去了之后，过年也是基本上就是在厨房待着，一家人在这里聚会。我们经常说的斗笠，你看看湘西的斗笠是什么样子的？我给大家戴上看一下，这个像什么？是不是像一个渔翁啊？就打鱼的样子，这个很有特色吧？如果说下雨有这个斗笠，我再穿上蓑衣，那就是一副农村的现象。去外面走走啊，打鱼也可以，或者收其他东西都行。那这个是很好玩的。我们那边呢跟这个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这里呢相当于是有点尖尖的，然后可能还大一点。那上面写的什么？湘西风行，因为这里属于湘西嘛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我们还可以说，经常有时候我们去放牛也好，把这个当成方向盘一样的，很好，这个很少见得到了。现在说你是相当于是一个，这个是属于竹子工人是吧？做一个这样的要多久啊？有1000公有加100公克。看看，这些都是他打出来的簸箕，各种各样的。就是说，这是一门手艺。在以前呢，这种手艺人是很受尊重，也很吃香的。但是现在由于机械化生产，那么这些传统的手艺人是越来越少了。其实这应该算起来也是非遗。刚刚我们去一位大姐家里看了一下厨房，看到了很多腊肉。现在去看一下现场制作腊肉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。这个地方也是属于这位大姐的家里，就是现场现在在熏腊肉。大姐啊，我问一下，您这个现在熏腊肉熏了多少了？这里？这个我熏了200多斤了。那这里有2头猪没有？这个1头猪。一般要熏多久才能成型啊？半个月。半个月。那就是说每天这里要有火在这里熏。对，慢慢熏起来。哇，那个确实不一样啊。正宗的腊肉嘛。那你现在熏的这个材料木头有没有什么要求？这个木头全部就是用那个杂木材。啊，就是一般的材料也不行。对。那像这个腊肉熏之前要不要用盐腌一下？对呀。要腌多久啊？腌1个星期。你像你这个熏腊肉，一般是冬天还是全年都在熏？这个只能冬天熏。那一次熏200斤。200斤，我是不知道，我要熏啊，这3头猪1年，我要3头猪，我这够用1年。啊，差不多600斤。都是自己养的猪。对。那这个很好，熏一次要差不多，总共加上工程要1个月了。对呀。那确实很长时间了。但是我们是正宗的腊肉，它就是这样熏，不是这些烤干。其实我挺喜欢吃腊肉的，每年回家都要先吃腊肉。由于这个是一个在山顶上的苗寨，所以呢，观景的地方很多。这个下面就是一个大的峡谷，我们一开始看到峡谷当中有个苗寨，从这里一直走下去就是了。这个苗寨其实不是太大，走起来也挺快的，但一走进这个寨子里面，感觉让人一股古朴的感觉，因为比较原生态。说真的，还真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漂不漂亮？他们的祖先也确实会选地方，在这个角度看的话，这个村落等于就是在雄鹰的背上一样。